今天玩玩具了嗎？尺寸偏大不是問題，但問題是會不會有更精細的版本呢？本期來看看由万代出品的 Metal Robot 魂白鋼彈還有紅鋼彈。登場於作品《機動戰士 Sick Ox》。本作的背景為1年戰爭的平行世界，與正史不一樣。最終戰爭是由己翁軍獲勝，而故事的時間點主要為1年戰爭的6年後，一位女高中生因緣際會的搭上了己翁的新型 MS， 並邂逅了駕駛紅色鋼彈的謎樣男子，搭檔參加了非法的戰團對決所開始的故事。白色鋼彈對比正史就是初代鋼彈 R1782， 同樣是聯邦軍為了逆轉1年戰爭初期的劣勢，進而開始 V 作戰的計劃成品之一。同樣具備超出同時期現有 MS 的優越性能，但與正史不一樣的是，因為本作的世界觀並沒有卷毛科技宅啊，所以搭上這台鋼彈的是成功搶奪的吉翁王牌駕駛夏亞阿茲納布爾。紅色鋼彈，夏亞成功搶奪鋼彈之後，拿回吉翁塗成紅色之後的樣貌，但除了外形顏色改變之外，整台機體也經過了多次的分析還有改造，並且也在頭部的外側加装了吉翁試做的 Alpha 型下一顆六裝置，以便驅動新型的試驗型感应兵器，因此整體來說性能是會比剛搶夺的時候來得高。MR 魂的 Sick Ox 系列最被詬病的就是尺寸做的比一般 MR 魂的鋼彈來得大只，高度大約是16公分。兩款是同模具，但武裝有所不同，不過都是空身的話，兩者重量大約都是130克左右。對照原設定，這個設計被戲稱為 EVA 鋼彈不是沒有原因的。除了與傳統鋼彈大相徑庭的外形之外，纖細的身形還有軀幹的結構，確實都很像 EVA 世界觀會出現的東西啊。不過這個模具對於身形還是有做了調整哦，縮小了頭部，加大了肩膀的距離，四肢的比例微調，因此就成品來看，外形還是相當不錯的。兩款的塗裝比例很高，像是腳底、髖部護甲，還有左右胸肩的合金部位，都有對應的金屬霧面色澤塗裝。而機身採用的塗裝也都是以霧面為主，因此無論是白色還是紅色，都不會有太重的膠感。整體的分色塗裝也很不錯哦，配合原本就比較複雜的外形設計，精緻度還是有啦。不過這部分是白色鋼彈限定的，紅色鋼彈因為配色的關係，所以看起來會比較糊成一團，沒有那麼精緻。不過雖然已經是價格比較高的合金完成品，背後的噴射背包也可以拆卸，可是這兩款都沒有重現核心戰機的設定啊。頸部僅有前後的調整範圍，頭部周圍沒有外形的妨礙，但是因為那個下巴太長了啦，多少還是影響了低頭的範圍表現。身體是3節式，但是整體的活動範圍並沒有太好哦，水平轉動會因為外形來受限，左右傾倒還有前後彎曲，同樣因為外形影響，幅度有限。背包的光束軍刀架僅有單方向的可動。另外，白色鋼彈背包的接點零件有換過，所以背包的固定度會比紅色鋼彈來得好很多。手臂轉動沒問題，根部結構提供了上下還有前後的可調幅度，但沒有太多。肩膀裝甲可以掀開，手臂水平抬舉範圍借由肩膀根部的可動結構，也僅能稍微超過90度。上臂可以轉動，手臂彎曲是雙關節，而且幅度優秀。有附屬4種的替換手收，髖部結構有點微妙啊，大腿抬舉差一點到90度，但先把髖部護甲往下轉的話，就可以提升抬舉範圍超過90度。水平抬舉範圍非常的可笑，不過同樣的，先轉髖部護甲的話，範圍就可以提升很多，只是嚴格來說就不太像是水平抬舉啦。大腿轉都是單方向。膝蓋彎曲可以超過90度，可是角度比預期來得低，而且膝蓋的關節會凸一塊出來呀。腳踝關節有2段，腳掌向後會比向前的幅度大很多，接地性不錯。前腳掌有獨立的可動，後面2把光束軍刀柄可以直接取下，也有附屬2根刀刃特效鍵。光束步槍很焦，沒有塗裝，但至少瞄準鏡有做塗裝，輔助握把跟瞄準鏡都可以轉動。後面的彈匣有分色分件，但它不可拆卸，使用連接件就可以掛載在後裙甲上面。2款機身上的武器接點都不能夠直接使用哦，需要額外安裝接點零件啊。不過紅色鋼彈給了4個，白色鋼彈就只有2個。2款附屬的盾牌樣式相同，但塗裝不一樣。被脫取後，原本聯邦的十字標示被改涂成己翁的軍徽。整體的配色也有所不同，
底部的把手可以翻開來使用，中央的握把則需要做替換件。另外2個接點可以安裝在武器接點上面，或是用連接件裝在背包後面。白色鋼彈附屬了火箭炮1支，造型幾乎跟正史的一模一樣，可是顏色不一樣。握柄可動，同樣有連接件可以裝在後裙甲。紅色鋼彈沒有火箭炮，但附屬的鐵球1顆哦。球體是純塑膠，不過鏈條出乎意料，只是塗裝像塑膠，這個鏈子比鐵球還重啊。外形有噴嘴，但沒有正史鐵球的尖刺。灰色的部位拆除之後，可以換成指甲的連接件。紅色鋼彈的價格比較高，因為還有附屬了2顆感應炮，分件分色是有到位啦，立體感也很夠，但偏偏塗裝就沒有那麼精緻啦。而且因為成型色占比比較多，所以反而看起來比較焦。預設是安裝在肩膀2側啦，但其實只要有接點都可以安裝哦。不過原作中是配置了6台感應炮，只是故事開始的時候就只剩2顆啦，所以就能夠順理成章的只附2顆，其他4顆有計劃再用配件包賣啦。2款都有附屬地台支架，第一台支架的模具都是一樣的哦，可是地台上面的圖樣就不一樣啦。原作俠帶再次突破傳統的機械設定，並且以正史的平行世界為賣點，重點還是以吉翁君獲勝的角度啊，所以確實在播放時期有造成不小的轟動還有討論。不過也因為現今動畫的集數偏短啦，加上對比的正史現在是非常龐大的世界觀，因此本作在事件還有人物的刻畫上，多少還是比較流於表面了。Emma 魂目前這部作品的商品都做得比較大只，這點也是比較有爭議的地方。但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啦，畢竟這個產線本來就沒有比例啊。整體把玩起來算是中規中矩，可動性雖然比預期的低，但也算有個及格分數。武裝方面，紅色鋼彈的部分就是典型的留一手啦，可能有機會用配件包來補完武裝。而比較晚出的白色鋼彈，則是在本體的一些結構上改得比較緊實。總之，這2款屬於喜歡機械設定但又懶得組裝的人比較適合購入，不然確實是沒有什麼太過令人驚豔之處啦。可是擺在那邊就蠻好看的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